现在已经差不多骑到坡顶了，马路两侧都是2个绿油油的水塘。看看这边应该还有一些他们的祠堂。这一家是刘公祠，看看这座新修的拱桥，还是很美的。就一个村里能够修这样的桥，真的挺不容易的。虽然这个活水不是特别的干净，但是也属于正常吧。我看前面那个水闸都打开了，这个地下的全部都是有关于龙舟发展的历史的介绍。嗨，大家好。昨天还担心今天又会下雨，原本天气预报就这么说的早上起来大家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也意味着今天最起码会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出去骑行一下。昨天在半塘街，就是龙津桥附近大街小巷里面穿行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广州西关文化、广府文化的魅力，但也看到了一些不堪，就随着这些旧的房子越显陈旧，那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提升，但是那些老街坊们他们非常热爱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街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老百姓的愿望和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所以你如果要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方便、时尚等等吧，那就可能要动一些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你要拆掉很多老的这种街区，然后才可以建一些新的城区。但这样的话势必就是要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甚至很多人可能就要告别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地方。但是广州相对来讲这种发展的理念还是比较照顾到本地的文化，就尽可能的让老百姓他不要搬到一个他陌生的地方去，就像一条旧村的改造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连根拔起所以都是原拆原建。这个可能是对这座城市发展的最大的阻碍，但是将来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到底做得对与不对只能留待后世去评判但最起码现在生活在西关的那些老百姓虽然处于逼仄的环境、凌乱的马路就看上去好像还活在古代一样，但是他们内心感到快乐旁人也不能去说什么。这个就是我昨天在西关旧街道骑行的感受。现在我骑行在村内的19街上前面通过天湖居的一个侧门，准备骑到外面去。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到这边的河村边上去走走，看看相信已经停靠在那边的龙舟，还有属于各个村的龙舟队的队旗。虽然距离端午节还有1个来礼拜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见到河面上有赛龙舟，或者是在做练习的这些龙舟。
今天呢，就是以这样一个目的出城去转转。现在呢是上午4点钟了，气温呢大概25、6度，但是如果这个天不下雨的话，到了中午时分肯定就接近30来度了。就这种天气呢，并不是特别适合骑行的天气，特别是要骑到很远、消耗很大的情况底下呢，对身体是没什么好处的。所以我们今天适当的赶早，就在不到4点钟的时候就出门，希望呢就是在中午时分或者太阳最猛烈之前呢就回到家里了。现在骑行在天湖区的街道，这边有阴凉，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哦，谢谢。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天湖区侧门出来的这个莲花大道，就是一段山道上，我们向景观大道方向骑行啊。前方呢会经过几个高坡，也会在怡湖湾的边上，我们经过一下。看看那边有一个建垃圾站的侧门啊，到底建好了没有？现在呢，我骑行在莲花山道的爬坡道上，现在呢就是最热的时候，而且还有一点点树荫，骑起来感觉没什么问题。我现在骑行的右侧一大片，这就是祈福新春的地方啊，这边也弄了一个湖。这一段上坡道呢，还算比较平稳啊，就不是那种突然升高的坡度，所以骑起来还是可以的。右侧呢就有一个路口啊，其实还在施工之中。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建一个垃圾转运站的一个出入口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会不会在这边开出一条路来？这个左侧马路对面也进行了平整啊，有建成。现在已经差不多骑到坡顶了，马路两侧都是2个绿油油的水塘，每到这边就有一种高峡出平湖的地方。在这样的山坡地上啊，开出了很多的水塘，
应该都是养鱼用的，觉得挺神奇的。左侧就是金峰村了，我突然就改变了想法，反正闲着就闲着，看看能不能到村里去骑行一下。右侧农民在造房子。这个村还是蛮大的，你看，起得满满的农民的房子。既然从这边钻出来了，前方就是村民的一个休闲的广场。看看这边应该还有一些他们的祠堂。这一家是刘公祠。这家是更大的刘公祠。祠堂前的广场还有一片雨水塘。我们继续在村里闲逛啊。你看啊，这边树木比较茂密，就能够遮阳，还挺凉快的。我大概已经知道我来到哪里了，就这个边上的一条小河川呢，应该就是莲湖村。骑过前面的马路，沿着莲湖村一路过去呢，就去到莲湖村。那边有一座观龙桥啊，专门是观看龙舟比赛的地方。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这条莲湖村边上的马路里。我刚才看了一眼，这边叫什么东桥大街。河边呢都是一些临时性的工业仓储之类的房子，但是可以想象啊，等到某一天，这条街道应该会得到治理，可以做成非常漂亮的绿道。右侧呢都是村庄的模样啊。这个路边都被农民种了很多的蔬菜瓜果。这条路好像专门做了停车场了。
就把这条绿道给缩窄了。前面这个桥走的就是虞山西路了，我们在桥下可以通过一下。好，现在呢，我已经从虞山西路一条桥底下穿过来，这边呢就是莲湖村了。天气热，植物长得快。你看岸边的这些绿植长得蛮高了，而且都开着花。这条河边的步道重新得到了一些修缮，平整了很多。这个河里的水呢，比以前满了一些，但看上去有点脏了。关龙桥就在我的眼前了。你看这条河冲呢，它是进到四桥水道中去的。龙舟从这边出发它就可以去到四桥水道里面去。我相信呢，这个时候应该有些村民会组织赛龙舟或者进行龙舟的训练果然。这个大棚里面的龙舟已经被取了出来，本来有2手大龙舟的，就藏在这里面。好，我就在这边站一站看看这座新修的拱桥，还是很美的。就一个村里能够修这样的桥，真的挺不容易的。龙舟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都跑到四桥水道去了吧。这种景象呢，在番禺的这种郊区到处随处可见一座村都号称自己拥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然后呢，也保存了很多的一些习俗，就共同组成了岭南文化。比方说，每到这个端午节赛龙舟时候对于河冲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那这是一件盛事，也是浩浩荡荡的一个活动河边呢是有一条步行栈道的，我们去那边清水的地方走一走。对一个村子来讲村民们有在河边休息、休闲娱乐的地方，我觉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听到有人在唱歌，现在很多人都会到这种公共地方来唱歌，以示自己的歌喉。
沙头角一个主题公园，这个凉亭还蛮大的，可以在这边看看风景啊。虽然这个活水不是特别的干净，但是也属于正常吧。我看前面那个水闸都打开了，现在可能水比较多的时候。看看这边停了多少车，都到这边来休息。这个就是通向四桥水站的一个水闸。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莲湖生态公园的大牌坊门前啊。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四桥水道边啊，这条地道上，随着提醒一下。这个右侧中间这条河呢，就是四桥水道。那这里呢，应该也会是龙舟比赛啊经过的路段。我看到有一些船在那边打捞垃圾，改善一下河道的环境啊。左前方呢是一个新建的楼盘，将会形成一个社区。中国的龙舟文化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有江有河，特别是水乡这种地方。这边有村路，这边已经到了大富村。每当有一个楼盘啊，如果是成片开发的话呢，它就会负责把门前的马路啊，像这些河边的绿道公园啊，全部负责修好。你看啊，这个河边的一个凉亭啊，它完全就是为了纪念龙舟，就是你看啊，专门还做了一些龙舟的造型。这个地下呢，全部都是有关于龙舟发展的历史的介绍，最早从公元前318年就有了。
2000多年了。我们到这边来稍稍的观望一下。所以龙舟文化呢，在本地应该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我在河上现在没有看到有一只龙舟，应该都是准备赛龙舟前的准备。这里有一个龙舟码头，我们来看一看啊。我就看到江里有2只非常大的颜色漆黑的龙舟，应该就从莲湖村那个放龙舟的大盆底下取出来的吧。我们来瞄一下，你看这个龙舟还蛮长的，但是比较窄。我看河的对面也停了一些龙舟，都挂着自己的一些旗子啊，可能就是他们村旗吧，或者龙舟队的队旗啊。龙舟呢，每年都会在这些江河里面进行比赛，但其实呢，我觉得更像是一种仪式，就是中国人都需要一种仪式感。其实都是为了纪念。你想，中国从厂的以前的名人屈原就是响当当的一个。就他投江投的是汨罗江啊，是楚地，现在的河南。这个文化呢，就由他而来啊。据说，当他死去投江以后呢，大家就担心他的尸首被鱼吃掉，所以就投很多的食品，吸引鱼的注意。久而久之呢，就有了粽子这么一说，所以端午节吃粽子那是肯定的。广州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粽子，有些地方，比方说肇庆那边的粽子更有名。我还是偏好浙江的粽子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嘉兴的粽子。有时候真的到了一定年纪，你也不得不放慢一下脚步，那就顺其自然啊，就在这样的河道边上呢，缓慢的骑行逛逛啊。有时候也会感叹一下，人生几何，但夫复何求呢？
就享受当下的生活就好。前方呢是4桥、3桥，可以想象在龙舟赛的时候，站在这个桥上，听着锣鼓喧天，看着这些划桨飞驰的龙舟，这也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啊。那好了，我就在4桥、3桥边啊，这4桥水道边呢，结束我今天从家里第一段的骑行，还是挺有意思，意犹未尽啊。等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息呢，再去向4桥水道更远的地方去站分。我们一会儿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